为大消息啊！在1月15号韩国时间10点半左右，总统尹锡悦正式的被逮捕。这个是韩国史上首位被逮捕的现任总统。48小时的调查啊，据说准备了200多道题目，要来好好的审问尹锡悦，到底他在这整个戒严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要跟原本已经被逮捕、帮助尹锡悦执行戒严命令的高级官员、军方来进行交叉审问的。那这次的逮捕令呢，是48小时的拘留令。如果相关的罪嫌没有调查清楚的话，他必须释放嫌疑人。目前认为尹锡悦被拘留的情况是相对比较大的。尹锡悦在1月3号的时候呢，公调处要来逮捕他，但当时尹锡悦透过网络号召了他的支持者以及帮总统护卫队大压心组成防守进行阻扰逮捕，使得呢一直在高强度的对峙之下，甚至一度总统护卫队他调动了6辆巴士啊，整外面给堵住了，两边呢一直对峙。不过啊，在1月15号的公调处终于成功逮捕。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尹锡悦2次戒严又失败，媒体开始揭开尹锡悦在戒严的当时到底干嘛？他下令把所有的在野党抓光光，包括在野党主席李在明、国会议长宇原直、党鞭朴赞大、最高委员会金明熙，连他们自己国民力量党的党魁韩东旭他都要抓，还有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委员长郑清来，另外祖国革新党曹国，甚至时事评论员丁于俊都要抓，简直是荒唐到了极点。也因为这样子，大家对尹锡悦的愤怒高到一个受不了。但最大的问题，韩国的国会的票型分布很尴尬，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它有108席，但是要弹劾总统一定要超过200席，所以只要执政党在国会不退让，就没有办法弹劾尹锡悦，压力就给到了执政党，所以大家就开始疯狂的上街抗议游行啊，每天20万人在零下1度的街头天天上街抗议，这个抗议效果显然是有用的，因为让在野党的底气爆上来了。韩国弹劾程序有3阶段，就是第一阶段在国会必须先弹劾停止总统，并且移送宪法法庭由大法官来审理，大法官审理完之后才会做出裁决，一旦裁决出来直接影响他的未来。但是尹锡悦这一次最大问题是宪法法院没办法召开啊，有趣的就来，尹锡悦就在下一轮的弹劾投票之前，他就出来为自己辩护，我哪算内乱，坚持戒严是正常统治行为。他说我自己动用戒严令的行为是因为国家的社会动乱导致行政和司法职能崩溃，因此援引戒严法目的是让人民了解在野党对反国家腐败行为，并警告他们停止啊。哦，原来你要去抓韩东勋也是因为在野党嘛，韩东勋是贵党党主席啊，所以这个讲话不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还火上浇油。那为什么在野党会这么凶呢？本来呢，文在寅跟李在明关系也没好到哪里去，基本上就保持一个党内同志，但是也没多大的自我认同，他们是同党。但是当尹锡悦开始整肃李在明的时候，一开始也还好，因为他不知道哪根筋抽风，跑去整肃文在寅，结果你这一搞，文在寅就多次呼吁大家团结，造成了在野党是有史以来最团结的时候。那团结的在野党对上支持度只剩下11%的尹锡悦，简直就是个灾难。另外人家指控他阻止国会议员开会啊，他说我哪有阻止国会议员开会，派兵进入国会才2小时，怎么算得上内乱罪呢？全韩国完全炸锅了，因为李在明全部都直播。 지금 이 순간부터 윤석열 대통령은 대한민국 대통령이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军队发生冲突，夺枪啊！ 这些事情，请问你没有阻挡国会议员进去吗？所以真实版 Running Man 他竟然当作没看见，完全颠倒是非啊！那这个一发表之后，在野党就更加的火大了，而且李锡悦不仅不收回他的说法，他还继续加码，维持秩序而稍微投入兵力被说成是暴动，拿军队对付自己的老百姓，他说叫做维持秩序，稍微投入兵力。巨大在野党急着用谎言煽动弹劾，唯一的理由就是在野党党魁快被宣告有罪。讲到这就更好笑了。
李在明总共有4、5个案子哦，有2个案子已经判了，一个案子判缓刑，另外一个判无罪，就是因为被搞，所以李在明一走出法院之后，全部人都替他欢呼，再加上文在寅已经要求大家要团结，所以一回到国会之后呢，第一件事讲老子林北要干死尹锡悦，就开始全力开拔。尹锡悦说我的戒严哦，虽然呢有军警出动，但没有妨碍任何人投票哦，我只是要警告全国老百姓，很危险呐！你们都被在野党骗了啊！他们是巨大的在野党啊，他们的党首贪污腐败，快被判刑入罪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让北边的势力侵犯国家啊？隔壁的中国都蠢蠢欲动啊！千方百计避免人员伤亡，只出动精锐 P07特种部队。出动韩国最强的一空输，而不是一般士兵。目的呢，是因为要避免一般人员伤亡啊！哇，我的天啊，这人真的疯了啊！对哦，不管是弹劾还是收草，我都会堂堂正正面对，我不会回避宣布戒严相关的法律和政治责任。他过去只关注人民，更加跟人民一起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也向因戒严而惊讶和教育人民致歉，但是戒严的时间很短，强调宣布非常戒严和宣布赦免行使外交权都是不该受司法审查的统治行为啊！这本来就是我的权利，为何你要弹劾我？最厉害来了哦，事前当时的国民力量党党主席韩东勋又来一次哈，我不知道啊，他本来继续坚持我们不会支持弹劾案，想再苟一下，至少党不要输得一塌糊涂。结果因为尹锡悦一通添油加火，让当时国民力量党内部就炸了。本来韩东勋想的是执政党大家要团结，第一件事情逼尹锡悦无限期休假，第二件事情逼尹锡悦退党，第三件事情联合总理韩德洙跟执政党议员来共同执政。尹锡悦你就闭嘴道歉吧，这事情就先这样拖到下一次总统大选，也许还有机会啊！所有在野党都指着韩东勋你在保护尹锡悦，韩东勋说不是啊，他要抓我结果拖到14号，内部已经有议员实在是顶不住，每天外面20万，假日的时候全国各地上看100万要爆啦！用了一次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弹劾表决，结果204票赞成，85票反对，所以韩东勋也知道他再这样下去等于是庇护尹锡悦，而且尹锡悦讲话也不跟他讲，完全又被偷袭了。最后韩东勋实在是火了，脑门一拍算了，老子不干行了吧，就把党主席给辞了。这一辞马上问题就来了，在180天内要宣布是否弹劾总统，9个大法官里面必须要有7个人一起开会，6个人同意才有办法召开宪法法庭。问题就在于尹锡悦压根就不补大法官，基本上只要补满了，很可能就把尹锡悦判决要办。可是你要补新的大法官，最大的麻烦，你必须要通过代理总统韩德洙的任命之后，才可以让他们正式成为大法官。但韩国代总统韩德洙认为代理总统是不能任命大法官，因为他只是个代理，任命大法官的职权应该由下一任的总统来任命。卡在这里之后，两边就开始鼓噪，在野党就开始发动舆论战，就说韩德洙就是在保护尹锡悦，跟之前韩东勋一样，韩东勋都辞职了，你为什么不辞职？所以韩德洙就继续坚持，他说不，我绝对不签。接着在野党党边朴赞大是很不爽，就给他下了最后的通牒，韩德洙你要通过国会之前通过的金建熙特别检察法，还有内乱特别检察法。另外，如果你不愿意任命新的大法官，我连你都弹劾，整个就炸裂了引发舆论的疑虑。党内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很多人就说那不然在那你再等一下，再加上了韩德洙的坚持，所以朴赞大说好，我会推迟韩德洙的弹劾案，可是我给你多一个观察机会，你必须通过26号的宪法法官任命案。结果韩德洙最终选择继续坚持己见，我也不签新的大法官，你怎么样？所以韩德洙接了代总统之后，基本就不鸟在野党。朴赞大就怒说他已经不是我们的总理，他是内乱的叛乱集团，所以呢就发动了对于韩德洙的弹劾。问题就来了，理论上来说，韩德洙是代理总统，弹劾规格应该是要2/3议员以上通过才算，但是共同民主党主张韩德洙就是总理，
弹劾总理不等于总统，过半议员赞成即可通过，这就很有意思了。这是玩一个宪法学的逻辑。韩德洙是代理总统没有错，但总理是他的正职，代理总统是他的兼职。执政党认为你要谈到最高职代总统，在野党认为我把他总理位置弹掉了，他当个屁代总统啊！因为一谈完之后，一停止他就不能行使职务，一不能行使职务他就不能是代总统，这是一个逻辑。所以为什么发生这个宪政争议呢？因为韩国过去没发生过总统被弹之后，代总统也被弹状况。那因为没有潜力，最后由国会来决定。好完了，韩德洙你死定了，在野党控制国会，所以韩国的议长共同民主党的原则，最终依据国会表决的结果，采取过半弹劾即成功。原本国民力量党想，只要我们坚持，你是弹不了韩德洙。结果国民力量党他没有想到在野党来这么狠的一招啊！之后就进行弹劾案表决，国民力量只能无能狂退，宣布当场退席，表示抵制。所以最终是192票通过了弹劾案，这就好玩了。谁当总统呢？根据韩国的政府组织法第22条和第26条第1项规范，韩国总统之下的第二顺位是总理，因为韩国的副总统在1963年就废除，没有总统怎么办呢？韩国有2个副总理，那这2个副总理，第一副总理是兼财政部长，第二副总理兼教育部长，所以现在由第一副总理崔香木来担任韩国的总统。现在他的职位非常的复杂，代总统兼代总理兼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所以一人分饰4角，非常的厉害哈，这也算是韩国史上头一招啊。但是崔香木本人到底支不支持把大法官给补满，好让尹锡悦赶快完成罢免程序的态度，目前还是相当暧昧，他并没有明确的去表态。不过他作为一个技术官僚出身，当时发生戒严令的时候是公开反对戒严令，因此在野党是比较信任他的。问题就在他是一个技术官僚，过去也没有担任过这么高政治的角度。事实上在野党已经放出风声，只要代总统不同意宪法法院开会，就是在替尹锡悦来做掩护，所以他们会持续的施压，直到宪法法庭可以正式的召开，来对尹锡悦进行罢免程序。那以现在在野党这么凶悍的状况，如果崔香木任命的新大法官不同意尹锡悦罢免案的话，那这个又是另外一轮的宪政危机。崔香木现在不敢直接通过3名大法官的任命，只同意了1个保守派1个进步派大法官，也就是现在有3个保守派大法官，3个进步派大法官跟2个中立派，理论上已经可以开会了。但是要罢免韩国总统，必须要6个大法官，也就是最后1个进步派大法官一定要上位，上位之后就会推动罢免程序，否则没有办法罢免尹商。所以现阶段就是崔香木在卡 bug。目前因为宪法从来没出现过这个 bug， 尹锡悦叫做停职，但不是停权，他身为总统的特权依然存在，不能被正常调查，所以必须用内乱罪来调查他。但是内乱罪调查他遇到一个问题是，韩国的总统护卫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总统，所以谁要抓总统他就跟他死磕，两边就在围绕着尹锡悦的官邸推挤打推站起来了，到后来甚至呛说要用枪啊。那什么是韩国公调处呢？是高级公职人员调查处，也就是专门在调查高级贪官的问题的。但是公调处拿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原本逮捕令到了12月6号就要停止，考量目前没办法逮捕他，所以申请了延长调查，并且把逮捕的工作转交给韩国警察刑事厅调查本部来处理。所以现在公调处抓不了人，而且尹锡悦在去年通过了一项法案，大幅提升了总统护卫的薪资，而现在的在野党基本上把总统护卫的编制都砍掉了，所以两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状况。总统护卫誓死捍卫尹锡悦，如果捍卫尹锡悦，他们等着被砍钱，两边不愿退让。那总统护卫甚至呢叫来了巴士卡在门口，甚至呛下说谁敢接近他就开枪。另外呢，尹锡悦透过韩国极右翼的 YouTube 呼唤保守派的死忠蟾蜍的跳出来，死命的捍卫尹锡悦这个民调只剩11%的废人。但是问题，韩国的右翼也不是混吃等死，开始拼命做假民调，把尹锡悦的民调一路做到了40%，意思说尹锡悦还在，尹锡悦还活着，一大统领不可以垮，一大统领啊！所以两边就这样干起来了。那中间还有一个来搅局，早不来晚不来，谁呢？布林肯来了，然后布林肯见了代理总统，跟韩国外长说对韩国的民主体制有信心。可是你要知道啊，这一些代理总统都是保守派任命的，所以这些人要不是被现在在野党共同民主党逼
逼着要杀尹锡悦，他们是很不愿意杀尹锡悦的。所以布林肯来到这里，其实是来给保守党政府加持的，你知道吗？意思是说，共同民主党你安着点，不要太过分。所以这个一搞啊，又拖慢了几件进度，包括济州航空坠机的事件了。现在就是一地鸡毛。所以韩国现在状况是尹锡悦停职，但是进步派暂时无法罢免。所以只要保守派存在了一天呢，亲美，而且他们组成美日韩联盟，所以现在呢又出现执政亲美 VS 在野友华尴尬状况，而且还罢不掉，所以韩国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分裂，完全卡死。各位大消息啊，韩国总统尹锡悦正式的被逮捕了哦，这个是韩国史上首位被逮捕的现任总统哦。现在尹锡悦已经到了公调处去接受48小时的调查，但这个逮捕令会不会再延长了，我们不知道。尹锡悦原本早在1月3号的时候呢，公调处要来逮捕他，但当时尹锡悦透过网络号召了他的支持者，以及之前他帮韩国总统护卫队大幅的加薪哦，所以韩国总统护卫队组成了最内核的防守。那外围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些尹锡悦支持者，他透过了极右翼的 YouTuber 来呼唤他们进行阻扰逮捕，使得呢一直在高强度的对峙之下，甚至一度总统护卫队他调动了6辆巴士啊，整外面给堵住了，两边呢一直对峙啊，对峙到了6号的时候，由于啊公调处无法逮捕，就把这个逮捕的工作呢交给了警方哦。这个就是在逮捕的时候受挫的一个状况啊。 대통령이 지지자들에게 보낸 편지를 노래로 만들어 부르기도 했습니다. 탄핵 찬성 단체는 오늘 저녁 헌법재판소 앞에서 윤 대통령 파견을 촉구하는 촛불문화제도 열 예정입니다. 공수처가 언제 2차 到处都是保守派的民众在捍卫着尹锡悦，那就说，尹锡悦的民调不是一度低到只剩11%吗？怎么还有那么多保守派在拥护他呢？这也不难理解啊，因为呢，在韩国就像现在台湾还有人高举阿扁无罪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其实呢，这个韩国它的意识形态的分裂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事实上是完全不意外啊。一度要进入到内城的时候啊，也被阻挡了下来啊。 지하가 전혀 보이지 않는 모습입니다. 관저 입구에도 여러 벽의 차벽이 설치돼 있어 진입이 쉽지 않습니다. 또 첫 시도가 무산된 뒤 경내 산길은 물론 진입로 가장자리 빈틈까지 원형 철조망이 촘촘하게 설치됐습니다. 관저 안 모습이 보이진 않습니다. 这样的一个对峙变成歹戏拖棚，那中间呢又遇上了韩国非常严重的一个济州航空的空难，所以呢很多事情就暂时没有办法来进行。但是新任的代代总统崔祥木，他相对来说没有像原总理，也就是前代总统韩德洙啊去偏袒在尹锡悦，所以随着代代总统态度啊没有那么强硬啊，韩国的在野党啊就坚持要把这样的逮捕命令给执行到底。就在今天早上，新一轮的由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所进行的新的逮捕行动，根据国际媒体 BBC 等的报道哦，虽然在上一轮逮捕是失败的，但这一轮逮捕呢终于成功了。在1月15号的清晨时期呢，公调处是以在12月3号非法的戒严令，并动员军队警察破坏国家宪法及引发动乱，涉嫌叛乱滥权，依法发出逮捕令。在一早前往逮捕行动中，因为原本他号召了大量的支持者，还有他的警卫队在进行保护。那公调处突破到第3层的防线的时候呢，尹锡悦律师团呢提出协商条件，希望总统自行前往接受调查啊。不过公调处拒绝，仍完成了逮捕为主，也就是之前要给你尹锡悦体面，你不愿意体面，那现在抱歉，体面呢就不会留给你。那尹锡悦发布的声明是啊，作为保护大韩民国宪法法律制的总统，不承认这种非法且无效的程序，接受逮捕，但是他不愿意说这个叫逮捕了啊，仅仅是为了防止不快的流血事件。那尹锡悦的律师呢叫石东炫，之前也是大玩法律战，包括不屑于这些手段，比如说收不到逮捕令啊，收不到调查令啊，拒绝接收公文啊，尹锡悦也让他的总统卫队拒绝来自公调处的通知啊等等的方式。不过目前看起来，在韩国时间的10点半左右，正式的来把尹锡悦给逮捕了。那石东炫稍早也在脸书提到，总统官邸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重要军事设施，如果警察入侵总统官邸，打算武力逮捕现任总统，并与警卫处发生冲突，等于警察发动政变啊。那这个 bug 是什么呢？因为啊，尹锡悦仅仅是停职啊，根据啊相关的韩国法规规定呢，除了内乱外患罪之外呢，尹锡悦是不能被逮捕的。但是呢，目前韩国啊，这公调处是以内乱罪来调查他，也就是把尹锡悦定调成内乱罪。那到底合不合理呢？我只是怀疑你是内乱界嫌疑嘛，但你内乱罪被定罪了吗？也没有。那这次的逮捕令呢是48小时的一个拘留令。那如果啊相关的罪嫌没有调查清楚的话，他必须释放嫌疑人。目前认為尹锡悦被拘留的情况是相对比较大。我们来看一下逮捕的过程。
48小时的调查据说准备了200多道题目，要来好好的审问尹锡悦，到底他在这整个戒严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包括呢还要跟原本已经被逮捕帮助尹锡悦执行戒严命令的高级官员军方呢来进行交叉的审问。最后韩国检调逮捕了尹锡悦之后，有一个有趣的题外话，是你总统警队放行哦，结果总统警队马上跳出来否认没有这件事其实这也牵涉到总统警队他本身对于尹锡悦这个效忠状况。如果尹锡悦真的被逮捕，总统警队被后面上台的在野党李在明等人清算，我看是意料之中的状况。韩国的政治斗争是非常血腥，也是非常的残酷的。过去有所谓血腥光州政变，那像现在对付政敌动辄把对方打入大牢这种状况呢，也是非常的常见。所以呢，整体来讲，尹锡悦目前的状况只能是一个无能狂怒。所以尹锡悦最后痛批国家法治已经完全崩溃啦。但是又能如何呢？在尹锡悦发动戒严的那一刻，他就必须想到，尹锡悦你的末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这就是关于韩国尹锡悦被逮捕最新的一个状况。